你上的学校是叫昆仑山大学是吧？国外也有昆仑山？我很想回复，是的，我是在昆仑山学法术的。我是从昆士兰大学毕业的，我很庆幸，青春年少时曾不顾一切的努力过，争取过。今天让我来告诉你，真实的留学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出国留学是因为家里有钱，学习又不好。但其实海外的大学也是分成3、6、9等的，而且好的大学你拿钱是进不去的，即便是某些大学可以接受巨额捐赠给录取名额，但即便进去了，如果不努力也毕业不了。生活里我们总是被无数的偏见和想当然充斥着，你家有钱，你学习就不应该好，进了好学校就应该是送了钱走了后门。你家里穷，你学习就不应该不好，因为你的人生都已经这样了，再不努力，那以后还有什么前途？我是从昆士兰大学毕业的，熟悉这个学校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所很严谨、很优秀的大学。学校自我宣传是全球大学的前1%，但其实有些低调了。昆士兰大学常年排名全球前50，在41名到46名上下浮动。我就读的商学院全球排名第14名，生物专业也是这个学校的强势专业。我们熟知的 HPV 卵巢癌疫苗也是人类的第一支癌症疫苗，就是昆士兰大学研制成功的，荣获了诺贝尔奖，其中一个获奖者还是我们中国人。我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有一门课叫企业家精神，最后一节课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上去讲一段话，讲什么都行。记得那门课人不多，而且基本上没有华人，只有一个亚洲面孔，是个新加坡人。我站在讲台上有点紧张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很荣幸能从这样一所优秀的学校毕业，但当我回国之后，我会面对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我的学校，大多只知道牛津、剑桥和哈佛，大多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伯克利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。虽然他们都是非常优秀且知名的大学，国外的很多大学拥有较高的知名度，是因为其城市，比如悉尼大学、墨尔本大学、多伦多大学、东京大学，但帝国理工、早稻田这类跟知名城市名字不沾边的学校，知名度也不高。待我说完，台下哄笑，那不是嘲笑，而是礼貌的捧笑。不少人认为我是在幽默，我也不做过多解释，但我清楚我讲的都是真实的。回国以后，不同的场合，我听到过很多我只能以沉默应对的话语。哎呀，好羡慕你呀，出国留个学回来就可以当老板，早知道我也出国了。哎，你上的学校是叫昆仑山大学是吧？国外也有昆仑山？我很想回复，是啊，我是在昆仑山学法术的。你们在国外上课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呢？还有一些更离谱的，我就不说了。苦笑过后便是苦涩。张北海的父亲曾对张北海说过，语言是沉默的标点符号，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应该是沉默的。网上有个帖子，哈佛大学凌晨4点的图书馆座无虚席。其实昆士兰大学的深夜图书馆也差不太多，虽然不是每晚都是座无虚席，但考试周甚至考试月都是座无虚席的。生意最好的就是咖啡，从下午6点做到早上6点，写论文，准备考试，不说家常便饭，但每个学期都要体验那么几次。我读的专业是市场营销，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的学习和考试。每年3个学期，每个学期大概13周，学4门课，每周上4节课，一节课2到3个小时。这门课的老师会在这一周上2次课，你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课程表，就跟看电影一样。比如你这个学期选了4门课，每一周都需要上4堂课。如果你很刻苦或听不懂，可以再听一遍。比如说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，周2上午和周4下午各一节，内容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周2上午没听懂，周4下午你又没有安排其他课，就可以去再听一遍。除了这4节课之外，需要安排时间进行小组活动，因为所有的论文和演讲都是小组项目，而非个人项目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在这门课刚开始的时候就自由结合好小组，一个小组4到5个人，
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英文很差，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你一组了。如果你翘课，可能随时会被小组开除。而且学期结束时，小组成员还要匿名对其他人打分，占总成绩的 5% 左右。因此，翘课和不参加小组活动是极少发生的。有时候真的有病请假，都会忐忑不安，因为不管一个小组在一起多聊得来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门课一结束，大家大概率就成陌路了，会进入新的课程，找新的同学组成新的小组。而且等毕业的时候，可能有一半的人是无法顺利毕业的，这俨然就是一场丛林游戏。每门课都有一篇小组论文，每个人负责一个部分，写完后还要做一个10分钟左右的 PPT 演讲，每个人讲自己写的那一部分。因此，如果你的写作水平和口语水平太差，也会找不到小组收留你。每个人都在拼了命的奔跑，怕掉队，怕被淘汰。论文和演讲大概占 40%到 50% 的成绩，期末考试占 50% 到 55% 的成绩，其余 5% 是小组成员匿名打分。期末考试和前面的论文必须双及格才能算这门课及格。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论文环节找枪手拿个高分，期末考试随便考几分，加起来超过50分。期末考试我一定要重点的描述一下，很刺激。老师给你发一本16开的本子，也就是 A4 纸大小，大概有8张纸16页，然后发一张试卷，试卷上往往只有一句话，比如说佳能相机连续3年荣获澳洲相机销量冠军，请你用一个澳洲本土的软饮料品牌作为基础案例，用本门课所学的模型来解释一下原理和原因。然后老师会说，大家可以使用你的答题本书写答案，如果不够用，请随时告诉我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本。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都懵了，1个半小时，这一本16页纸还不够写吗？还需要再要一本，写小说呢这是。后来每次考试都能至少听到7、8个人索要第2本答题本。这样的考试题目，第一，你没法作弊，就算让你和邻座挨着也没啥抄的。第二，你没法提前准备，因为你不知道具体的基础品牌案例是什么，比如说强调一定要用澳洲本土的一个软饮料品牌。第三，你必须把这门课的所有模型和概念牢记在心，并灵活运用，并可以在短短的1个半小时之内表达出自己的理解和拓展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这是我所学的专业，偏文科的商学院专业，市场营销，不是销售啊。其他专业是什么模式的考试我不清楚。我回国以后跟朋友说，我没有去过墨尔本，没有去过塔斯马尼亚，除了一直待在布里斯班，就只去过悉尼看过女朋友。大多数人都不信，你都去澳洲了，怎么会不出去旅游呢？我们在北半球还飞过去旅游呢。但看了我前面说的这些课业压力和淘汰机制，你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在国外只能做宅男。当然，课业压力在不同的学校也是不一样的，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个人的智力和英语能力。仔细想想，不管你的英语多好，你看一本大部头的英文教科书，你能跟英语母语的学生一样吗？他们一目十行看10页，我只能看1页，而且有时候汗水真的无法弥补智商的差距。回国久了，我就很少跟别人说留过学的经历了，说话时也会从刚回国的时候改成刚回来的时候，在国外读书改成在外面读书。倒数第2个学期，其中一门课，我们小组里有个中国学生，她是一个身高1.7米的女孩，英语讲得非常好，本科在国内读的浙江大学，从小到大她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活在夸赞中，长在拇指前。而回忆一下我的过去，我不仅在心里感叹，我曾走过几年，睡过几年，跑过几年，现在才终于跟你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了。人生就是爬楼梯，想要达到某个高度，就得爬那么多台阶，早晚都得爬。最后1个学期，其中一门课我挂科了。当时的我万念俱灰，记得那门课的期末考试形式很特别，不是写文章，而是考生站在偌大的阶梯教室正中间，老师坐在讲台上口头提问，让你现场作答。
本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，但那门课的老师有口音，我平时上课都要坐在第一排才能听清楚。那天我发挥得很差，老师也很干脆，直接跟我说，很抱歉，我不能让你过关。回家路上我非常难受，因为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挂过科，甚至有几门课还拿了最高分7分，也就是 HD High Distinction。 这最后一个学期了，居然在这里栽了，我越想越窝囊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住处，给老师写了一封万字长信，承诺这封信没有翻看任何教材和课件，完全是用我脑子里的记忆写的。我用这门课所学的一些模型和概念，结合我父亲的企业，写了一篇考场外的试卷，告诉老师，我学到了您教授的知识，也可以用到实践中去。邮件发出去以后石沉大海，公布成绩的那天，我已经做好了重修这门课的准备，但看到这门课老师给出的成绩是6分，相当于国内的75到80分。当时坐在电脑前，无法抑制内心的委屈和感动，泪流不止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只有真正努力过，争取过，才能体会那时的感受。我很庆幸青春年少时这样不顾一切的努力过，那段时光我所得到的东西或许在未来的短期内无法变现，无法创收，但它打磨了我的大脑，磨练了我的心智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即便深陷泥潭，一无所有，那都是一份任谁都偷不走抢不去的财富，也是一份早晚可以东山再起的底气。我是北海先生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喜欢冷静的张北海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我，我会为您做出更多用心的作品。